第一课，出国留学。你有没有想过出国留学？我相信这将拓宽我的视野并提供新的机会。是的，我也考虑过了。在国外环境中体验不同的文化和学习，听起来很令人兴奋。绝对可以，这将是提高我们的语言技能和结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绝佳机会。另外，它可以增强我们的简历，使我们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。确实如此，雇主通常重视国际经验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。我还认为，出国留学将帮助我们变得更加独立和自力更生。当然，我们必须在新城市中航行，管理财务，自己处理日常任务。无论是在学术还是个人方面，这都将是一次宝贵的学习经历。我同意，我们将获得全新的视角并形成全球思维。而且，我们不要忘记在休息和周末有机会旅行和探索新地方。是的，这是另一个令人兴奋的方面。我们可以参观著名的地标，尝试不同的美食，让自己沉浸在当地文化中。总的来说，出国留学听起来像是个人和学术成长的绝佳机会。我完全同意，这绝对是值得考虑的事情。第二课，令人惊叹的风景和滤镜。昨天我们徒步旅行的风景令人叹为观止。你拍这些照片时用过滤镜吗？不，我没有使用任何过滤器。自然美景令人惊叹，我想完全按照我所看到的样子捕捉它。太棒了！有时滤镜可以增强照片效果，但欣赏大自然的原始之美也很重要。绝对可以。滤镜可以改变照片的颜色和氛围，但保持平衡并真实的捕捉精彩瞬间是件好事。我完全同意，这是关于在增强照片和保持原始场景的真实性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。没错，大自然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和光线，不能总是用滤镜复制。同样有趣的是，不同的人对风景的看法和欣赏方式有所不同。对一个人来说可能令人叹为观止的事情，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不一样。确实如此，美是主观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观点。这就是摄影和自然如此迷人的原因。我们可以捕捉并分享我们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解读。这是表达创造力并与他人分享经验的绝佳方式。当然，而且无论我们是否使用滤镜，最重要的是享受当下的美好并创造持久的回忆。第三课，检查尺码是否更大。这件衬衫我需要大一点的尺码，让我看看我们是否有现货。当然，慢慢来，找到合适的人很重要。很抱歉，看来我们没有更大的尺码可供选择。哦，太不幸了，我真的很喜欢那件衬衫的设计。
我可以向我们的其他分支机构查询一下他们是否有现货。那太好了，谢谢。我希望他们有。我刚刚和市中心的分行谈过，他们确实有大一码的衬衫。太棒了，你能请他们帮我预定吗？当然，我会马上预约。你可以明天去取。非常感谢你的帮助，我真的很感激。这是我的荣幸，我很高兴能帮你找到合适的尺寸。第4课，加强市场准入。与其他公司合作可以加强我们的市场准入，对吧？是的，与知名公司合作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资源和知识。绝对可以，他们可能拥有我们可以利用的现有网络和分销渠道。此外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专业知识中受益，并从他们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。确实如此，它可以帮助我们应对潜在挑战并做出明智的决定。我们还应考虑联合营销以提高品牌知名度的可能性。好主意！通过汇集我们的资源，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受众，并激发人们对我们的产品或服务的更多兴趣。找到与我们有着共同愿景和价值观的兼容合作伙伴非常重要。同意。建立牢固的伙伴关系需要信任、有效的沟通和共同的战略愿景。随着我们向新市场扩张，拥有可靠的本地合作伙伴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文化和监管障碍。当然，这是一项战略举措，可以加速我们的增长并增加我们成功的机会。第5课，肾上腺素飙升和美食佳肴。我们昨天进行的冒险绝对是肾上腺素激增，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做到了。我知道，对吧？这是一次非常令人振奋的经历，我还在兴奋地嗡嗡作响。突破极限并走出舒适区的感觉令人难以置信。绝对可以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激动人心的体验能让我们感觉更有活力，更能活在当下。而且，我们不要忘记之后我们吃的美味食物，这是一场感官盛宴。哦，是的，口味、香气和质地简直太棒了，我还能尝到它们的味道。尝试新菜和探索不同的美食是旅行和冒险的最佳部分之一。确实如此，食物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使我们能够与当地的传统和人民建立联系。我完全同意，这就像踏上烹饪之旅，发现新的口味和烹饪技巧。最棒的是，我们可以在家中重新制作其中一些菜肴，并与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分享经验。绝对可以，这是带回回忆和创造新回忆的绝佳方式。确实，惊险刺激的冒险和美味的食物相结合，为您带来难忘的体验。
正是这样的时刻，让我们想起了生活的乐趣和探索新视野的美丽。第6课，天气困境。我希望今天的天气能配合，手指交叉。是的，让我们希望天气好起来。最近下了很多雨。我知道，一直很阴沉。我希望我们能尽快得到阳光。我也是，我已经厌倦了随处携带雨伞。去散步而不必担心会被淋湿，那就太好了。当然，我想念在没有雨具的情况下在户外度过的时光。希望这次的天气预报是准确的。我同意，知道会发生什么总是件好事。我每天早上都会查看天气应用程序来计划自己的一天。这是个聪明的主意，我也应该开始这样做。它可以帮助我决定是戴夹克还是戴太阳镜。我总是忘记检查，以后又后悔了。好吧，让我们今天的阳光明媚。是的，希望有晴朗的天空和阳光。确实，与所有的雨相比，这将是一个愉快的改变。绝对可以，我很期待享受美好的天气。希望今天的天气之神能站在我们这边。我也希望如此，这会让这一天变得更好。好吧，让我们保持积极的心态，希望一切顺利。第7课，结交新朋友。要结交新朋友，可以放心的知道有共同的利益需要交流。当然，当你有共同点时，开始对话要容易得多。那么，你认为有哪些共同的兴趣可以帮助结交新朋友？好吧，运动或乐器之类的爱好可以将人们聚集在一起。确实如此，体育和音乐是很好的对话开端。那电影和电视节目呢？许多人喜欢讨论这些问题。是的，流行文化是许多人的共同兴趣，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。我还认为，志愿服务或参与社区活动可以帮助结识志趣相投的人。绝对可以，它表明你关心社区，可以建立有意义的联系。另一个共同的兴趣是旅行，许多人喜欢分享他们的旅行经历。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，旅行可以激发有趣的对话并建立持久的友谊。而且我们不要忘记食物，一起尝试新美食总是一种有趣的体验。你说的对，食物将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可以打开通往新友谊的大门。因此，在结交新朋友时，有很多共同的兴趣可以探索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这些共同的激情，并以它们为起点。第8课，护肤小贴士。嘿安娜，你有什么保持皮肤健康的秘诀吗？绝对可以。
一个重要的提示是全天多喝水。饮用水对护肤有何帮助？好吧，保持水分有助于保持皮肤湿润并防止干燥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我还能做什么？另一个提示是每天使用温和的清洁剂清洁脸部2次。为什么清洁很重要？清洁可去除污垢、油脂和其他杂质，这些杂质会堵塞毛孔并导致痘痘。我明白了。我应该在护肤产品中寻找任何特定的成分吗？是的，寻找含有透明质酸和维生素 C 等成分的产品，因为它们可以帮助改善皮肤的整体健康和外观。谢谢你的建议。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？是的，别忘了使用 SPF 30或更高的广谱防晒霜来保护皮肤免受阳光照射。防晒霜，明白了。你还有其他提示可以分享吗？最后，尽量保持充足的睡眠并控制压力水平，因为睡眠不足和高压力会对皮肤产生负面影响。我会记住的。感谢您提供的所有精彩建议，安娜。第9课，下定食物。你好，我今天能帮你一件事吗？是的，拜托，我想点点食物。当然，你想点什么？请给我一个带薯条的芝士汉堡。你想在芝士汉堡上加点浇头吗？是的，我想要生菜、番茄和泡菜。好吧，一个芝士汉堡，里面有生菜、番茄和泡菜。那你想喝什么？请给我一杯可乐。很棒的选择。还有别的吗？不，仅此而已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您的订单将很快准备就绪。第10课，法国菜。安娜，你尝试过法国菜吗？当然，我等不及要品尝这些美味的菜肴了。你推荐哪些受欢迎的法国菜？一道经典菜是 coq vin， 这是一种用红酒煮熟的鸡肉，里面有蘑菇和洋葱。这听起来很神奇。还有其他菜吗？另一道受欢迎的菜是 ratatouille， 这是一种用茄子、西葫芦、辣椒和西红柿制成的炖菜。我在电影里看过《料理鼠王》，看起来很好吃。确实很好吃。法国菜以其丰富的口味和对细节的关注而闻名。光是想想我就饿了。甜点呢？crème brûlée 和 tarte tatin 是2种标志性的法式甜点，你一定要尝试一下。我一定要试试。法国菜听起来确实令人愉快。第11课，营销趋势。嘿，你看到最新的营销趋势了吗？
是的，我一直在关注他们。你注意到了什么？好吧，我看到的一个趋势是网红营销的兴起，各品牌正在与社交媒体影响者合作推广其产品。这很有趣。如今，这似乎是一种流行的策略。你还遇到过什么？另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地使用视频内容进行营销，视频极具吸引力，可以有效地传达信息。我同意，视频已成为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有力工具。还有别的吗？是的，人们也越来越关注个性化营销，各公司正在利用数据为客户提供定制体验。个性化绝对可以有所作为，它有助于在品牌和消费者之间建立更牢固的联系。你看到其他值得注意的趋势了吗？是的，我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和环保措施对消费者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，采用环保方法的品牌越来越受欢迎。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，很高兴看到企业为环境承担责任。感谢您分享这些见解。不客气，随时了解最新的营销趋势总是很有意思的。第12课：绿色与茶点。没错，新鲜空气和绿色植物让心灵耳目一新。我完全同意，在大自然中度过时光可以恢复活力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被树木和植物包围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。绝对可以，这是逃离日常生活喧嚣的好方法。当我在大自然中时，我总能感到更加放松和平静，这是摆脱混凝土丛林的好时机。自然之美确实令人敬畏，颜色、声音，一切都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它让人想起了自然世界的奇观，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它。当然，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环境，确保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。确实如此，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，维护大自然的美丽与宁静。当然，记得带上水和零食，别忘了防虫喷雾。好主意，在户外度过时光时，保持水分和保护是至关重要的。绝对可以，做好准备可以确保在大自然中获得更愉快的体验。我等不及要计划下一次户外探险了，总是一口新鲜空气。第13课：增长趋势。你注意到特定领域的显著趋势了吗？是的，我已经看到了各个行业的一些有趣的发展。那你呢？好吧，在科技领域，人工智能正在获得巨大的吸引力，它正在集成到各种产品和服务中。确实如此，人工智能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。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趋势吗？在医疗保健行业，
远程医疗变得越来越流行，人们可以远程寻求医疗建议和治疗。远程医疗提供了便利和可及性，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的人来说。那时装业呢？可持续时尚势头增强，许多品牌都专注于环保材料和合乎道德的生产规范。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。对于时装业来说，提高环保意识很重要。还有其他行业吗？在汽车行业，电动汽车变得越来越普遍，人们正在拥抱更清洁、更可持续的交通方式。电动汽车有可能显著减少我们的碳足迹，这是迈向更绿色未来的积极一步。绝对可以看到这些领域的增长和创新令人兴奋。第14课，国家公园和令人惊叹的小径。你去过国家公园吗？是的，我有机会参观了几个，自然之美简直令人叹为观止。我同意，国家公园提供令人惊叹的风景和独特的体验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很难选择，但我要说的是，这座拥有令人惊叹的海滩和远足小径的国家公园确实令人难忘。这听起来很神奇。我喜欢徒步旅行，也喜欢被大自然的奇观所包围。你能告诉我更多吗？海滩是原始的，有水晶般清澈的海水和柔软的沙子。远足径带领我们穿越了不同的地形，沿途提供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色。我可以想象它一定是多么令人敬畏。国家公园为摆脱城市混乱和与大自然重新建立联系提供了机会。绝对可以，它使我们能够欣赏自然世界的美丽以及保护自然世界的重要性。我完全同意。国家公园不仅是我们享受的宝藏，也提醒我们保护环境的必要性。最棒的是，国家公园为每个人提供了一些东西。无论您是喜欢徒步旅行、观赏野生动物，还是只是在海边放松身心，每个自然爱好者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。确实如此，国家公园迎合了广泛的兴趣，使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进入并享受其乐趣。计划去国家公园旅行总是一个好主意，这是一个放松身心、恢复活力并创造持久回忆的机会。绝对可以。探索国家公园的奇观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体验，这是摆脱忙碌生活并与大自然重新建立联系的机会。第15课，英语学习和对话。英语学习可能具有挑战性，但是像这样的对话可以帮助我们练习和提高。当然，参与对话是提高我们的语言技能和提高流利度的好方法。另外，与仅学习语法和词汇相比，它更有趣，更具互动性。绝对可以。对话使我们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环境中。它们帮助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有信心地使用英语。
确实如此，我们练习口语的次数越多，就越容易有效地表达自己。这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，我们可以纠正彼此的错误并提供有用的反馈。是的，建设性的反馈对于成长和改善至关重要。这是一个协作学习的过程。因此，让我们继续定期进行这些对话，它们在我们的英语学习旅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完全同意。每一次对话都使我们更接近成为流利英语使用者的目标。绝对可以。让我们继续挑战自我，突破极限。通过实践和毅力，我们将实现我们的英语学习目标。这就是精神。团结起来，我们可以克服任何语言障碍，成为自信的英语使用者。我对我们的进展和未来的对话感到兴奋，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未来旅程。第16课，折扣促销。嘿安娜，你猜怎么着？我设法找到了很多东西。这太令人兴奋了，约翰。你找到了什么样的交易？这是我们一直想购买的新书的折扣。太棒了！你得到了多少折扣？这是30%的折扣，所以我们会节省很多钱。太神奇了！你在哪里找到这笔交易？我在一家受欢迎的书店的网站上在线找到了它。这很方便。你必须使用优惠券代码吗？是的，我必须在结账时输入优惠券代码才能享受折扣。很高兴知道。我总是忘记寻找优惠券代码。在进行任何在线购买之前，值得检查一下。你永远不知道你会找到什么优惠。绝对可以。下次我一定要这样做。谢谢你的提示，约翰。不客气，安娜。我很高兴能帮你省点钱。我也是。能找到一笔划算的交易总是件好事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可以在不花很多钱的情况下享受我们的新书。第17课，旅行之路。安娜，你有什么旅行小贴士吗？是的，约翰。我一直遵循的一个提示是，无论走到哪里都要随身携带地图。这是个好主意。地图可能非常有用，尤其是在陌生的地方。绝对可以。这是一种可靠的导航和寻找出路的方式。我同意。有了地图，你可以规划路线和探索而不会迷路。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备份，以防你的手机或 GPS 出现故障。确实如此，技术有时可能不可靠。另一个提示是要注意周围的环境并观察当地人。这是宝贵的建议。当地人通常知道最佳的游览地点，可以为您提供内幕贴士。没错，与当地人互动可以增强您的旅行体验。
我会记住的。向当地人学习总是很棒的。最后，请务必轻装上阵，只携带必需品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。携带较少的行李旅行可以更轻松的四处走动。它更方便，可以让你免受不必要的压力。谢谢你的旅行小贴士，安娜。我一定会在下次旅行时记住它们。第18课，让面团升起。安娜，我想做面包，但我不确定要走一步。你能帮我吗？当然，约翰，我很乐意提供帮助。你不确定哪一步？我不确定该让面团膨胀多久。通常，您应该让面团在温暖的地方膨胀，直到其大小增加1倍。很高兴知道。这通常需要多长时间？这取决于食谱，但可能需要1到2个小时。我明白了。这个地方应该有特定的温度吗？理想情况下，该地点应在80到90华氏度（27到32摄氏度）左右。好吧，我会记住的。我应该在面团上升的时候把它盖住吗？是的，用干净的厨房毛巾或保鲜膜覆盖面团有助于保持水分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我会好好掩盖的。谢谢你的指导，安娜。第19课，好主意，其他爱好。安娜，我喜欢玩飞盘，但是你还有其他的爱好推荐吗？当然，约翰，我强烈推荐的一个爱好是绘画。绘画听起来很有趣，我一直想试一试。这是表达创造力并同时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。这听起来很棒。我需要什么材料才能开始绘画？首先，你需要一些基本的美术用品，例如画笔、颜料和画布。我会列个清单，然后去拿那些补给品。你还有其他爱好吗？另一个有趣的爱好是园艺。看到植物生长和繁荣是件令人欣慰的事情。园艺听起来很平静。我该怎么做才能开一个花园？首先，选择一个阳光充足的合适地点，然后选择在您所在地区茁壮成长的植物。我会在我的后院找到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，然后开始研究我所在地区的最佳植物。这是个好计划，约翰。园艺可能是与自然联系的绝佳方式。我很高兴能开始。你认为我应该考虑其他爱好吗？摄影是另一个很棒的爱好，它使您可以捕捉特殊时刻并从不同的角度探索周围的环境。摄影听起来很有趣。你向初学者推荐什么样的相机？对于初学者来说，数码相机甚至带有优质相机的智能手机都可以正常工作。很高兴知道。我已经有智能手机了，所以我可以马上开始练习摄影。
太完美了，约翰。这是一种多功能的爱好，你可以随时随地享受。谢谢你的爱好推荐，安娜。我等不及要探索这些新兴趣了。第20课，飞盘时间。安娜，我喜欢玩飞盘，我们什么时候见面玩？听起来很有趣，约翰。下午4点左右我们在公园见面怎么样？下午4点对我有用，公园是玩飞盘的好地方。绝对可以。它有足够的开放空间供我们跑来跑去，享受游戏的乐趣。我会带上我的飞盘。你对飞盘的颜色有什么偏好吗？任何颜色对我来说都可以，约翰。只要在游戏中很容易被发现即可。好吧，我一定要带一个颜色鲜艳的飞盘。太棒了！哦，让我们再邀请几个朋友加入我们，如果他们有空的话。这是个好主意，越多越好。我会联系我们的朋友并让他们知道。完美，这将是一个有趣而活跃的下午。我很期待。我也是，安娜。玩飞盘永远是放松身心和进行有益比赛的好方法。当然，约翰，这是保持活跃和享受户外活动的绝佳方式。好吧，下午4点整在公园见。准备好享受飞盘的乐趣吧。第21课，夜间休息。你呢？你的夜晚怎么样？太棒了，我睡得像个婴儿。你呢？哦，很高兴听见。我的夜晚也很安静，我睡得很好。太棒了，睡个好觉对我们的整体健康非常重要。绝对可以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精神焕发，为新的一天做好准备。当然，当我睡得好时，我会发现我的注意力和工作效率要好得多。我完全同意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睡个好觉能带来多大的不同。确实如此。你有什么秘诀可以让你睡个好觉吗？对我有帮助的一件事是制定睡前习惯。我尝试在睡觉前读书或听平静的音乐来放松身心。这是个好主意，我会试一试的。谢谢你的建议。不客气，我希望它也能帮助你睡得更好。我敢肯定会的。再次感谢，约翰。没问题，安娜。今晚睡个好觉。第22课，温度检查。今天的温度怎么样？大约是10度，有点冷，但不太冷。啊，我明白了，那肯定是毛衣的天气。是的，每年的这个时候分层穿衣服总是一个好主意。
绝对可以。保持温暖和舒适很重要。当然，我不想在冬季感冒。我同意，做好准备并保护自己免受寒冷侵害总是更好的。确实如此，我很高兴我今天戴了围巾和手套。明智之举，在天气方面，安全总比后悔好。我完全同意，出门前最好检查一下温度。是的，它可以帮助我们计划一天并穿着得体。没错，那么你准备好勇敢面对寒冷的天气了吗？绝对可以，让我们捆绑起来，充分利用这一天。第23课，休息日。最近我一直在锻炼身体，我意识到休息日之间的重要性。这令人印象深刻。休息日对于我们的身体恢复和重建至关重要。是的，没错。实际上，正是在休息的日子里，我们的肌肉才会变得更强壮。这太迷人了，我不知道。休息日还有助于防止过度训练并降低受伤的风险。这是有道理的。我想这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正确的平衡。绝对可以。如果没有适当的休息，过于用力强迫自己可能会适得其反。我会记住的。那么，你多久休息一次？我通常每周休息1到2天，具体取决于我的日常锻炼。这听起来很合理。我一定要把休息日也纳入我的健身计划。绝对值得，你的身体会为此感谢你的。我相信你。感谢您分享这些宝贵的信息，约翰。不客气，安娜。照顾好自己，倾听自己的身体。第24课，语言学习工具。我发现用目标语言看电影或听音乐对语言学习很有帮助。这是个好主意。通过媒体进行沉浸式学习可以成为一种有趣而有效的学习工具。是的，它使我们接触到自然的对话语言，并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听力技能。绝对可以。它还提供了背景和文化见解。当然，另外，与传统教科书相比，这是一种更有趣的学习方式。我同意。这就像在娱乐的同时学习。没错，当我们遇到新的单词或短语时，我们可以查找它们以更好的理解。这是个好观点。这是扩大我们的词汇量的一种实用方法。用目标语言看电影或听带字幕的音乐也很有帮助。是的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口语与其书面形式联系起来。确切地说，这是一种多感官方法，可以同时发挥我们的视觉和听觉技能。我一定会试一试的。谢谢你的建议，约翰。不客气，安娜。享受您的语言学习之旅。
第25课，公园会议。我们可以在公园见面吗？当然，我们1小时后在那里见面吧。听起来不错，我到那里见。太棒了，我会带一条毯子和一些零食。完美，这将是享受户外活动的好方法。我很期待，公园总是那么清爽和宁静。我同意，这是放松身心的好地方。这是练习我们的英语绘画技巧的好机会。当然，让自己沉浸在现实生活中的对话中是最好的改善方式。我完全同意。另外，我们可以在聊天的同时欣赏美丽的风景。确实如此，大自然有办法激励我们并使我们平静下来。这就像为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呼吸新鲜空气。绝对可以。我很高兴我们选择了公园作为我们的聚会地点。我也是。1小时后见，约翰。很期待，安娜。待会见。第26课，饮食限制。你有任何饮食限制吗？不，我并不挑剔，但是Jane是素食主义者，所以我们在计划膳食时通常会考虑这一点。很高兴知道，满足不同的饮食需求始终很重要。当然，它有助于确保每个人都能一起享受这顿饭。你自己尝试过任何纯素菜吗？是的，我有。那里有一些非常美味的素食食谱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它们能如此美味。我同意，纯素烹饪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，很高兴看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选择。当然，这也是在我们的饮食中加入更多植物性膳食的好方法。确实如此，这是一个更健康的选择，对环境也有好处。没错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在计划下一顿饭时，我会记住这一点。谢谢你的分享，安娜。不客气，约翰。如果您在素食食谱方面需要任何帮助，请告诉我。我很感激，我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接受你的提议。当然，随时都可以，只要让我知道就行了。会的，再次感谢，安娜。第27课，密码锁。我需要打开这个密码锁，但我忘记密码了。你能帮我吗？没问题，我会找回主密钥，然后为你打开。太棒了，谢谢。你总是来救人。一点问题都没有，我很乐意提供帮助。我记住密码和密码真的很不好。它发生在我们当中最好的人身上，这就是为什么拥有备份解决方案是件好事。你说的对，我可能应该在安全的地方写下重要的代码。
这是个好主意，只要确保安全即可。我会的。谢谢你打开锁，安娜。你为我省去了很多挫败感。莫问题，约翰。我很高兴能帮助你。我欠你一个。不，这都是成为朋友的一部分。好吧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很感激。再次感谢，安娜。第28课，外出就餐。我们出去吃点零钱吧，有什么建议吗？市中心那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怎么样？我听说过这方面的好消息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。我想吃点意大利面。完美，他们的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意大利面。光是想想我就饿了。我也是，今晚我可以休息一下做饭。能让别人为临时准备一顿饭真是太好了。绝对可以。另外，它使我们有机会尝试新的口味和美食。我很期待，我们来预约吧。当然，我会处理的。什么时间最适合你？晚上7点怎么样？那行得通吗？听起来不错。我会在市中心的意大利餐厅预定晚上7点的时间。太棒了，我等不及要和你一起吃一顿美餐了，安娜。第29课，机场便利设施。我希望所有机场都有这样的地点。当然，它使旅行更加愉快。有舒适的座位和充电站真是太好了。免费 WiFi 也是一种好处。当然，它有助于在等待航班时打发时间。另外，他们这里有很多商店和餐馆可供选择。确实如此，吃点东西或逛街都很方便。机场贵宾室是放松身心的好地方。是的，这是逃离航站楼喧嚣的好去处。我总是确保提早到达，这样我就可以在那里待一会儿。这是明智之举，这是一种让旅行体验更加愉快的方式。当然，这是值得的，尤其是对于较长的中途停留时间。下次旅行时我会记住这一点。谢谢你的提示，安娜。第30课，艺术与放松。这是放松身心和创造美好事物的好方法。我很高兴我们对艺术有着同样的热情。这是一种治疗活动，使我们能够表达自我。没错，这是一种自我保健，也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。我觉得集中精力用双手创造一些东西会让人平静下来。我也是，它与数字世界和屏幕截然不同。最棒的部分是看到完成的艺术品和完成的感觉。
绝对可以，这是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。能够与自己的作品融为一体，真是太棒了。当然，它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增添了个性化风格。我很感激我们有这样的共同利益，它拉近了我们的距离。我也是，约翰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特殊纽带。让我们在生活中腾出更多时间来欣赏艺术，这是值得的。我完全同意，让我们继续一起创作和放松。听起来像个计划，安娜。我期待着我们的下一次艺术冒险。第31课，有所作为。我最近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改变世界，无论世界有多小。这是一个很棒的话题，产生积极影响至关重要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是在当地组织做志愿者，他们总是需要额外的帮助。绝对可以。志愿服务是回馈社区的绝佳方式。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热衷的事业。另一个想法是参加慈善活动，他们为各种事业筹集资金并提高认识。这是个好观点，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至关重要。我们可以参加慈善跑步或散步来捐款。我们还可以对日常生活做出微小的改变，例如减少浪费和回收利用。看似微不足道，但总而言之，在购买之前，我一定要检查一下。回收对环境至关重要，我们都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绝对可以。每一个小动作都很重要。我们还可以教育其他人了解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。没错，分享知识和提高认识是关键。我们可以组织研讨会或创建信息内容。无论大小，都要有所作为。团结起来，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第32课，购买前检查。我打算购买一部新的智能手机。关于在购买前我应该检查什么，有什么建议吗？好主意，在购买之前我一定要检查一下。首先，考虑您需要的功能。当然，我想要一台好相机和充足的存储空间。我还应该考虑什么？电池寿命至关重要，确保它能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持续一整天。这是个好观点。我不想经常寻找充电点。那操作系统呢？你应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，在 iOS 和 Android 之间做出选择。我对安卓比较熟悉，所以我可能会坚持下去。手机的耐用性怎么样？必须检查手机的构造是否坚固，是否防水或是否有保护壳可用。对，我想要一款能够承受意外掉落和溢出的手机。还有其他提示吗？别忘了比较价格和阅读评论。
找到可靠且价格合理的选择至关重要。谢谢你的建议，在选择新手机时，我一定要记住这些提示。第33课，探索兴趣。我正在寻找新的爱好来探索，有什么建议吗？尝试新事物总是令人兴奋的。你对什么感兴趣？我可以帮你集思广益。我一直想学一把乐器，也许我应该从吉他开始。听起来很棒。学习乐器可能是一种有益的经历。你可以从在线教程开始。我一定会那样做的。还有其他爱好建议吗？绘画或素描怎么样？这是表达创造力和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。这听起来很有趣。我已经好几年没画了，但是再试一次可能会很有趣。另一种选择是园艺，它可以让你与大自然建立联系，种植自己的植物和蔬菜。园艺听起来很放松。另外，我会有新鲜农产品。你还能想到其他爱好吗？你可以尝试做饭或烘烤，这是一项实用技能，你可以享受美味的饭菜或甜点。确实如此，我的烹饪技巧可以给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谢谢你的建议。第34课，购买前研究。你曾经坐过山车吗？我记得我骑的是红色的，太激动人心了。哦，我记得那个，速度太快了，而且有很多循环。过山车可能很有趣。他们肯定会让你心跳加速。我一直在考虑很快去游乐园。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，只要确保事先查看公园的安全规定和评论即可。好主意，我一定要做一些研究，选择一个有良好安全记录的公园。检查某些游乐设施是否有身高或体重限制也是一个好主意。绝对可以。如果我不能参加特定的骑行，我也不想失望。别忘了查看公园的营业时间以及他们可能举办的任何特别活动。知道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不想在公园关闭或过于拥挤的日子参观。第35课，正确冲泡咖啡。咖啡正常冲泡通常需要大约4到5分钟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实现，约翰。冲泡咖啡需要适当的时间才能获得最佳的风味提取。我怎样才能确保在这段时间内正确冲泡咖啡？首先，将咖啡豆研磨到适合您冲泡方法的粗糙度。我一定要相应的调整研磨机设置以获得最佳效果。太棒了！接下来，测量适量的咖啡渣和水，以获得所需的浓度。因此，咖啡和水的比例对于均衡的冲泡至关重要。绝对可以。
根据您的冲泡设备，遵循推荐的咖啡与水的比例。测量完所有内容后，我该如何开始冲泡过程？将水加热到适合您冲泡方法的理想温度，通常在195至205华氏度，90至96摄氏度左右。我会用温度计来确保水达到所需的温度。好主意，水加热后，将其均匀地倒在咖啡渣上。我应该一次全部倒掉，还是间隔一段时间倒掉？最好间隔一段时间倒入，让水均匀地浸透地面。我会记得缓慢均匀的倒入，以确保正确提取。太棒了！倒入后，让咖啡在建议的时间内不受干扰的冲泡。那么，在这4到5分钟内，我应该避免搅拌或搅拌咖啡吗？这是正确的。让它不受干扰的冲泡可以让味道充分发育。冲泡时间完成后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？轻轻地浸泡或过滤咖啡，将咖啡粉与冲泡的咖啡分开。我一定要使用可靠的咖啡过滤器或压滤机来冲出一杯干净的咖啡。这是个好习惯，约翰。最后，享受一杯精心冲泡的咖啡。谢谢你的指导，安娜。我很高兴能正确冲泡咖啡并品尝其中的味道。不客气，约翰。如果做得正确，冲泡咖啡可能是一种愉快的体验。如果您还有其他问题，请随时提问。我很感激你的帮助，安娜。我一定要提高我的咖啡冲泡技能。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